我靠，看到一只小猫咪，它快热到不行了。哇，怎么办？把它拿到上面去。太热了，这个天气，怎么办？好小啊！你们看，它还跟着我了。它的眼睛，它病了。它的腿被碾了，它的腿是不是被碾了？好瘦啊！它是不是在咳嗽？先把它带下这个桥吧。等一下，把我的衣服垫一下。哎，不要笑。这样可以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买的票，太危险了。它身上好多虫子，它身上好多虫子，可能擦不掉，这个太硬了。它应该很渴了，去买点水给它。它吃的好凶啊！噎到了。喝了好多水，水快喝完了。来吃个饭，还真吃这么甜。
即使捡到这只猫之后，给它喂了一点水跟食物之后，感觉它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后来看评论区，很多朋友说可能是因为这只猫有别的疾病，所以才会被主人抛弃了。后来我想想，如果真的它是不健康的话，因为我接住它嘛，我也怕它会传染给乔西，所以想了一个晚上，我还是觉得应该带它去做个检查。因为条件有限，如果愿意帮助的朋友可以私我。如果检查后它是一只健康的猫，我希望把它留下来给乔西做个伴，因为平时乔西自己在家里也挺孤独的。如果万一不幸它真的有别的疾病，我可能会把它送到救助站，不能继续养它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。它真的很喜欢碰瓷，给它喂点吃，它的食欲还是很正常的。每次看它吃东西都吃得很香的样子。把昨晚的水倒掉换新的，它跑到花里面去了。哇，小家伙，这样看上去真好看。又来碰瓷了，换点新鲜的水。这里太晒了，到里面来。哎，那边太晒了。回来。回来。身上沾了这个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学名叫什么。农村很多的这个，小时候去山上玩最烦这个东西了。又来碰瓷了。
因为这个点这样子。19，是。这边做粪检了，它粪便拉的是怎么样的嘞？就是有点偏软，但是成型的。对。那你还是给它吃点益生菌那些调理一下先，避免它换了环境啊，而且它之前的环境可能比较。那呢应该也挺好看的。回去可能要帮它就是擦一下，不能洗澡的话，你可以就是不能洗澡，它这样没有问题，你洗它就有问题了，那个很软便。没关系，弟弟。昨晚弟弟已经睡着了，乔西还在默默地看着弟弟。于是后来我就问他：星星，你喜欢弟弟吗？你不高兴了是不是？星星，没事，还是一样爱你的呀。弟弟叫你，在哪里？你看弟弟在蹦迪。好了，先喂我们西西。你看弟弟看到你吃，就在那里叫你。弟弟的眼睛虽然好了很多，但是每天早上还是有一些分泌物。等一下再给他洗个脸。别看弟弟小小一只，他的食量还是挺大的，感觉我给多少他就吃多少，我都怕给他太多了，吃得太饱了。
昨晚煮的面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早上还可以做个早餐。去刷个牙，乔西就把床搞成这样了。去看看弟弟，看一下弟弟今天怎么样。看今天有没有眼屎，你还是有一点。他才看了一点点。不流鼻涕的。吃饭了。滴。很多人都说猫咪不喜欢喝水，但是我发现乔西跟弟弟没有这个情况，他们俩都蛮自觉喝水的。吃饱了就想喝。勾住了。弟弟这个样子，以后肯定是个拆家小男生。看看乔西。哈哈，乔西偷吃了一包零食，吃光光。啊？看看今天的弟弟，弟弟在家关了好几天，今天带他出去溜达一下，顺便让他选一下自己的名字。在家关了几天，好像对外面都陌生了。不过很快就适应起来。这个，乔乔。挺好的，这样我的网名都不用改。乔西里面包含了乔乔跟乔西。给他剪一下指甲，不然他玩耍的时候经常勾到手。小家伙真是一点都不配合，太好动了。
只能慢慢安抚它，一个一个剪。给它玩一会儿，结果一溜烟跑到电箱里面了，吓我一大跳，因为电箱里面可能有电，好危险。叫了半天了，终于出来了，要是不出来就麻烦了，赶紧把它抓起来系上绳子。这下乖多了。捡到巧巧已经有10来天的时间了，它一直都是能吃能跳，精神状态也很好，带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挺好的时候，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就在昨天晚上，突然发现他上厕所的时候出现了便血的情况，这让我顿时感到非常紧张。于是我在网上查了原因，出现便血的原因大概有几种。因为之前检查过没有猫瘟，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吃的猫粮不是幼猫粮，导致他肠胃不适，可能猫粮太硬，他又消化不好。因为看到他上厕所的时候特别用力，也拉了蛮久，所以应该是便便太硬，导致他的屁屁受伤才流的血。后来给他喂了点益生菌，他就睡了。第二天一醒来，马上去看看他的情况，还好他没有太大的问题，看上去状态也不错。然后我去美团买了一些幼猫奶，还有一些羊奶，希望可以改善它的情况。巧巧，嘿嘿，醒啦，真乖。巧巧，自从发现巧巧便血之后，再也没有喂它硬的猫粮了，现在都是用羊奶粉泡点幼猫粮给它吃。它还挺爱喝这个羊奶粉的。感觉有点稀，再加一点。加点幼猫奶膏泡一下。巧巧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他食欲跟精神状态都挺好的。每天都有盐食哦，羊奶喝完了还舔盘子，最后还是吃了一点猫粮。早餐吃这个粥。这个是燕麦，滴。乔西又在看着。你们放弟弟出来好不好？那你们不能打架哦。真的吗？
快热到不行了。他当时就是趴在这个位置。他现在寻找什么一样，到处看，不知道他的妈妈会不会回来这里。